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宜家的40元无线充电器，可以看到它是支持7标准，但是没有提供线和充电头的，货号印在背面。因为只有5瓦功率，所以可以使用以前的充电头和线，不像一些大功率的无线充电器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。这一次顺便从宜家买了一款20块钱的电源插座。熟悉的宜家的同学肯定都知道，这一款充电器它的设计2个3孔插座，3个2孔插座，其中2孔插座它的一个防电门都比较紧。这个价位的无线充电器主要满足的是过夜充电的需求，日常使用的话比较适合放在床头柜上。如果你家的插座和5伏1安插头比较多的话，就可以多买几个这个充电器，这样手机放到哪里都能充电。包装的内容很简单，就是一个无线充电器本体说明书。本体的主要材质是塑料，所以重量很轻，塑料模具的质量还是比较扎实的，但是并没有那种山寨的感觉。环保方面还有一张有害材质的报表，宜家在这个方面基本上可以放心。先看背面参数，首先额定输入是5伏2安，输出的话是最大5瓦。输入的接口是一个 USB-C， 边上是电源指示灯，底部设计了防滑胶垫。接下来就是 Smoke Test， 使用的充电头是经典的5伏1安。开始的话，我搭配了一根比较山寨的 A2 C 口的一根线。电表用的是充电头家的 Power Z， C 口对 C 口。科普啦，这个充电器因为要保护电门，所以需要比较用力按进去，并且双孔插座靠的也比较紧，只有像5伏1安这样的小插头能够并排插进去。第一次测试，这根线的线阻比较高，外加5伏1安的补偿能力比较弱，基本上没有办法正常充电，但是 iPhone 这边仍然显示充电状态。碰到这种状态，就不要说5伏1安充不进电，或者把问题归咎于充电板功率比较低。通过仪器才能找到准确原因。接下来更换一根紫米的2合1线缆，可以看到空载电压维持在5伏状态，而刚才那根充电线空载就掉到了4.9伏。随后可以看到充电功率逐渐升至5.2瓦。5伏1安的这个充电头的话，如果在线缆端测试，一般可以测到5.5瓦。不过既然这个充电板都说额定输入是5伏2安，那我们来挑一个索尼的5伏1.5安的充电头，看看它能不能实现更大的功率。这一段经过加速，可以看到功率仍然维持在5.3瓦左右。这个充电头是索尼 A7M3 送的，几乎没有怎么用到，所以我相信绝大多数用户并不会为这个充电板专门去购买充电头。为排除充电头的影响，这里拿出了 Apple 的18瓦充电头，它支持5伏3安或者9伏2安的输出，理论上也应该向下兼容 Apple 的2.4安的充电模式。因为是 C 口充电头，所以就要拿出一根 C2C 的线。这里我用一根全功能的数据线，只有到3安以上电流才需要专门带 eMark 的线缆，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功率慢慢爬升。虽然充电头没有过多的补偿电压，但是可以看到功率还是上到了5.4瓦左右。从实际情况来看，5伏1安大概能输出5.5瓦功率，而5瓦的无线充电也差不多需要这样的功率，所以并不需要更大功率的充电头。无论是出于经济、环保还是性能，都不应该为这块充电板单独去选购充电头。后面我又换了一个 NAS 的充电头，功率仍然是5.3瓦左右。之后测试 AirPods 的兼容性，充电板中间的十字胶垫可以起到防滑和对准的作用，缺点是比较容易脏。这个 AirPods 的24期分期至今还没有还完。可以看到充电板的输入功率大概在1.5瓦左右。
我之前购买的紫米7.5瓦充电板很容易沾上指纹，价格更贵，底部却没有非常实用的防滑垫。而且7.5瓦只有在充电头支持 QC 3.0调压功能的时候才能达到。宜家这个5瓦充电板的顶部十字胶垫非常实用，可以防止因为震动而导致手机没有对准。AirPods 的话也是同理。最后总结的话，40块钱的价格还是非常对得起它的性能的。毕竟在宜家的餐厅，一份的牛排价格也正好是39.9块。5瓦的无线充电虽然比较慢，但是它扩展的是充电的场景，而7.5瓦的充电板就要考虑充电头的输出类型。充电时间上，一个3小时，一个4小时。过夜充电的话，这种差异感知基本不太明显。